你有沒有發現一種很奇怪的現象？每次行情剛剛熱起來的時候，全世界都像突然變成未来学家，每个人都说自己早就知道会涨，早就看懂趨勢，可是真正賺錢的人永遠不是嘴巴最響的那一群。最可怕的不是虧錢，是你以為自己有在投資，結果其實你一直在自我安慰。你不是累積資產，你是在累積風險。每一次進場都說這次我會冷靜，結果遇到價格開始震盪，你第一秒不是看數據，不是看基本面，你第一秒是在說服自己，沒事的，再等等，應該會回來。你看，問題就在這裡，不是不會投資，是沒意識到自己每天都在重複錯誤。所以今天我講的不是那種教科書式的財經理念，而是散戶每天每一個決策當下都在犯，但是自己完全沒感覺的8個錯誤。如果這8個錯誤你能避開，你不用突然變天才，你光是少犯錯，你就會贏過90%的散戶。錯誤1：賺錢才要賣。這個錯誤是散戶最常犯，卻最不願承認的。有沒有這種畫面？虧損那檔你抱着，獲利那檔你很快就賣掉，邏輯完全反過來。為什麼？因為賺錢你害怕蒸發，所以趕快落袋；虧錢你害怕承認自己判斷錯，所以硬拖着不賣。可是市場不是你心理治療師，他不會因為你想守住面子就替你把股價拉回去。你回顧台灣過去30年，只要抓重點3次大衝擊，你就懂。1990年萬點崩盤那次，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那次，2000年網絡泡沫那次，多少人原本以為自己抱的股票是未來趨勢，結果一天之間變成避之唯恐不及的地雷。你知道問題是什麼？不是市場變壞，是人不願意承認自己錯了。你抱着虧損股不賣，你心裡在說，只要不賣就不算賠。但現實世界根本不是這樣，你不賣，它不會因為尊重你而反彈。舉例，2個電子股 ，A 從25跌到15，B 從40漲到60。多數散戶需要資金的時候，會賣哪一檔？幾乎都賣賺錢的那一檔 B， 因為他們覺得那是賺到的，可以落袋，然後繼續死抱着虧損的那一檔。你知道這叫什麼？這是用表現好的資產去補貼表現爛的資產。這是投資世界裡最荒謬，但最多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。更黑的現實來了，那些真正會翻身的投資人，不是每次都買對股票，而是他們懂得把錢移到更值得的位置。換句話講，獲利要敢加碼，虧損要敢斷。這不是狠，這是理性。停損不是失敗，停損是你把未來還給自己。你以為堅持等反彈是在等機會，其實那叫犧牲未來，保留幻想。真正的投資人虧損時問的是，這檔未來還值得我繼續放錢在這裡嗎？不是我能撐多久。如果你永遠捨不得砍，你永遠在為過去負責。但投資的勝利是給勇敢把籌碼從錯誤集中移到正確位置的人。這就是錯誤1，而且這是8個錯誤裡面最殺到血流成河的那個。錯誤2：追漲殺跌。這一條是散戶的本能反應。你去任何一家營業廳看任何一段行情，你都會看到這一幕。漲的時候大家愈看愈興奮，跌的時候大家愈看愈麻痹。人不是因為不懂，是因為大腦的即時獎勵機制在操控你。我們講白一點，你根本不是在投資，你是在賭接下來這一瞬間會不會發生我想要的方向。舉例超簡單，你本來就想買一檔股票，價格從20再漲，漲到30的時候，你覺得再看看，漲到40你開始懊惱，早知道20的時候多買一點，漲到50你受不了，你全部資金壓下去。你發現了嗎？它越安全的點
你越不敢買；它越危險的點，你越膽大妄為。為什麼？不是邏輯，是錯過的恐懼。心理學有個現象叫 FOMO，Fear of Missing Out， 散戶幾乎是天生中標，因為漲是及時的糖，跌是延遲的痛，於是人性自動往糖那邊衝，然後反過來看賣。剛跌一點點，你會想再看看，不用急。當跌破成本，你說都跌這麼多了，現在賣太不甘心。跌到停損點，你說應該快反彈了吧，再撐一下。等到你撐到內心崩潰那一刻，你已經不是在賣，是在逃命。你不是停損，是斷手求生。重點來了，追漲殺跌不是一種缺点，它是一种人性本能。如果你不事先設計規則，你一定会這樣。因此，聰明人不是靠意志力在控制，聰明人靠機制在限制自己。一個很實用的做法：買進3分法，賣出2分法。不是玄學，是降低人性誤殺的簡單結構。買進3分法，假設你有100萬，看好一個標的，你不要一次全縮，你分3段買，一開始1/3，再漲再買1/3，最後確認趨勢再買剩下的1/3。這樣做其實不是為了攤平成本，是為了避免你在最高點全縮。賣出2分法，與重大利空訊號或趨勢轉變，先賣掉1/2，不要跟行情硬耗，等事情沉澱。如果只是短期衝擊，還會回来，你還有一半。如果不是，剩下那一半就是你逃命成本。很多人听完會說一句，可是這樣會錯過暴利。請你想一句最現實的，你上一檔暴利是因為你有策略，還是你只是剛好幸運？散戶的致命不是錯過大漲，散戶的致命是一次大虧就回不去。一個長期贏家跟長期虧損者的差別是什麼？不是看誰賺得最兇，而是看誰虧得比較小。你把这一句記下來，市場不是比誰賺最多，市場是比誰死得最慢。追漲殺跌不是散戶的壞習慣而已，追漲殺跌是散戶被市場宰殺的自動流程。你只要不提前設計機制，你一定會輸在這一條。錯誤3，道聽途說。這一條其實是散戶裡面最尷尬但真實的痛點。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荒謬的現象？很多人買股票，他根本不知道那家公司在幹嘛。你問他，你買這檔幹嘛？他會說，朋友說的啊，他以前都很準。再問，那這家公司主營是什麼？他愣住，他不知道，但他敢丟錢進去，因為人類的大腦有一個很要命的盲點，比起思考，人更喜歡找依靠。人不是想研究市场，人是想有人來替我擔責任。所以他不是在投資，他是在逃避決策。你有沒有這種經驗？某天突然群組有人傳某檔，上面寫這檔會噴，不要說我沒講。你心裡瞬間癢，然後你問，真的哦？你嘴巴問真的哦？你心裡其實已經按好買進了。你根本不是想確認，你只是想找一個合理化的理由說服自己，既然別人敢講，那一定有內幕，他應該知道什麼我不知道的東西。這就是所有名牌崇拜的心理機制。而最可怕的不是這些訊息出現在網絡，是這些訊息很多時候來自你信任的人，同事、親戚、業務、以前很照的前輩。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
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甚至很多時候是好朋友的朋友。人的信任感一旦建立，理智就直接倒地不起。而且名牌最恐怖是什麼？不是它不準，是它短期非常可能準。那種短期準會直接放大你的自信，讓你以為你遇到貴人。可市場不是慈善機構，它不是來救你，它是來收智商稅。有一個真實案例很經典，曾經有某些主力就故意用老婆兒語方式散消息，老婆自己也被騙，老婆也拿私房錢進去買，結果最後全掛。你去想，連發信號的人最親近的人都被當炮灰，你覺得散戶有可能拿到真正的內幕入口？不可能，你永遠是最後進場，永遠是接刀的人。這不是八卦，這是市場真實生態鏈。主力進主力拉，主力放消息，散戶追，主力倒貨，散戶套牢。名牌的本質不是幫你發財，名牌的本質是幫人出貨，你只是不知道自己是最後一棒而已。而更致命的是什麼？這幾年的金融商品愈複雜，不是只有股票，你還會看到結構式商品，像聯動債，你看說明書都看不下去，但你敢買，為什麼？因為有人說很賺，然後有一天你要用錢，你才發現提前贖回先扣一大堆費用，然後本錢少了20%，然後你才震驚，原來結果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樣。那是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買的是什麼，你以為自己在投資，其實你只是把責任委託給別人說的那句話。記住一句最硬的真相，名牌從來不是送禮物，名牌是轉嫁風險。你沒有研究，你沒有思考，你只是把錢丟進別人不好的陷阱。散戶只有一個真正能提升勝率的方法，不是變天才，而是只買自己搞得懂的東西。這一條，你只要記住，你就自動跳脫市場80%散戶的智商稅陷阱。錯誤4，為了賺菜錢短進短出。你有沒有看過這種人？看盤看得比上班還認真，每一跳一格就像過敏一樣，心跟着抽動。賺個0.3元、0.5元馬上跑，理由是有賺就好，我是保守性。聽起來很合理，對不對？非常像一種謹慎，但其實那不是穩健，那叫搞不清楚風險成本結構。因為市場的手續費加交易稅加進出花價，你每一次小小的短賺，你根本不是在賺錢，你是在幫券商累積年度獎金。很多人以為自己很勤勞，其實只是市場想一下就跑。每一次行情擺動就是一次反射動作交易，你不是在累積資產，你是把自己的精神當燃料燒掉，換來一點自我安慰。我有在行動，我很靈活，我有賺。可是你有沒有真的算過？假設你一天賺3筆，每筆1%好了，聽起來很微，對不對？但你1年下來，扣掉手續費，扣掉你那些失敗單的賠，再扣掉交易稅，你很可能一整年下來，輸給一個什麼都不做，只是安安穩穩定期定額的人。重點來了，短線本來就不是散戶的戰場，因為散戶全都是用情緒反應速度在做單，而不是結構優勢。
散戶缺什麼？散戶缺的不是資訊，散戶缺的是紀律結構。你看2005年那年指數漲幅只有 6.6%， 可是有很多基金年績效是 50% 以上。為什麼？因為資金在時間槓桿上，而不是反應速度上。對一般人來說，真正能累積資產的那條路，不是你一天盯盤8小時，而是你讓市場周期替你滾動。你要知道，一整年賺 20% 的穩定，遠遠勝過一天賺 3%， 然後下個禮拜吐光。短線是專業選手拿來宰你這種想賺一點菜錢的人，因為你看似謹慎，但你每天都在給市場機會把你榨乾。不要一天到晚被行情牽着跑。你經歷過一輪完整多空周期，你自然而然會看到，自己不是靠運氣來賺錢，而是靠時間的厚度。短線最毒的一句就是差一點點就好，我只是賺小錢。可是你記住這句，市場裡面最可憐的死法，不是大賠，是忙了一整年沒賺到什麼，還以為自己很努力，那叫空賺。空賺的本質不是低風險，空賺的本質是你把生命丟給行情波動，但你沒有累積資產。錯誤5：操作兩極化。這一條你一定看過身邊的人在幹，甚至你可能自己也幹過，那種感覺自己在做資產配置，但其實根本不是配置，是在亂射飛鏢。有2種極端型散戶，一個是火力集中型，一個是到處插旗型。先講火力集中，這種人講一句話最明顯，要就賺一大筆，不然幹嘛玩？所以他不是想投資，他是想用一發入魂證明自己。你問他，你這樣風險很大耶，他會跟你說，但是只要對一次，我人生翻盤。可是你認真想一下，這種邏輯不是投資，這種邏輯是在用命運賭博的思維，把股票當成樂透加槓桿。這種人如果剛好壓到成長股，他會覺得自己天命在身，可是如果壓到地雷股，就變成直接斷头。而且更慘的是，這種人一旦嘗過一次賭贏的甜味，他就會再賭一次，他不會停，直到毀掉為止。另一種就是反向，明明怕風險，又怕錯過機會，所以每檔聽起來不錯的，都買1、2張，看起来很分散，但你仔細看持股清單，都是同一個題材，都是同一個族群，電子、IC、AI。他以為自己有30檔，其實30檔都是同一種風險。而且更致命是什麼？當你持股太多，你根本无法追蹤，每一檔出了風險性事件，你都來不及反應。你不是在管理資產，你是在放養風險。真正有效的組合，不是數量，是結構。你看專業的，他們不會10幾20個股亂賽，他們頂多5到8檔，不同產業，不同週期，重點持有。這樣一來，資訊追蹤得住，風險好控，獲利有空間。記住這一句，分散不是把錢碎掉，分散是把風險拆分。你用數量假裝安全，那叫自欺；你用策略去設計組合，那才叫資產管理。散戶不是輸在不會賺錢，散戶輸在明明是想避風險，結果實際行為是在製造更大風險。所以
你不要再用每當買一點這種方式，告訴自己你很穩，你只是在把未來交給隨機波動而已。錯誤6，老想大撈一筆。這條是散戶心魔最深的一條。很多人表面說自己保守，說自己穩健，說自己不貪，但只要行情一噴，只要媒體開始喊下一輪大行情來了，心態立刻變形，馬上出現一句話：這一次我抓到，我就翻了。這就是散戶最危險的最終 BOSS 關卡。因為這一條不是知識的問題，不是邏輯的問題，不是技術指標的問題，而是人性想縮短变有錢的時間線。你仔細觀察那些一次梭哈的人，他們不是想賺錢，他們是想逃過努力這個過程，他們不想累積，他們想跳關，所以他們才敢融資，才敢借錢，才敢壓單一標的，才敢越套越加碼，才敢把未來的財務彈性捆在一只股票上。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嗎？因為這類人不是在執行投資計劃，他們是在賭命運反轉，他們不是想變穩，他們是想一擊逆轉人生。可是市場不是戲劇，市場不會照你的劇本演。融資不是風火輪，融資是死亡實現。你一旦融資，你就不是在投資，你是在簽一個到時間就得給命運交代的合約。因為一旦跌，不是你想不想賣，是系統強迫你賣，是你沒有資格撐下去，就是這麼直接，這麼殘酷。所以你看那些融資斷頭的故事，都不是因為不懂市場，都是因為太想縮短成功時間。你越急，你就越容易成為最後一棒。記住一件殘酷但真實的邏輯，會讓你變富的不是報酬率的瞬間跳增，而是報酬率的穩定複利。真正有錢的那些人，不是靠一次抓到什麼超級標股，而是他們能活得夠久，能一直在場，一直有資本，一直有下一次機會。真正有錢，不是因為某一次大賺，而是因為避免一次大賠。錯誤7，把判斷權交給別人。這一條的心理根源非常深。大多數人不是自己判斷錯，而是從頭到尾他的判斷根本不是自己做的。因為人腦本能會做一件事，如果一件事看起來很複雜，人會本能尋找權威來幫自己承擔責任。所以你看電視上那些分析師、財經節目、網紅頻道、podcast 訪談，他們為什麼這麼受歡迎？不是因為內容多厲害，不是因為數據多精確，而是因為他們替你做了意見的聚焦。你不是尋找知識，你在尋找讓我不用自己負責的理由。講白一點，當散戶說那個老師說可以買，他說的潛台詞其實是：如果賠了，那不是我問題，是他害的。你發現了嗎？你不是想賺錢，你只是想當一個不會是我錯的人。可是市場不是法院，不是你找個責任人，你就不會虧。過去有多少所謂的名人名嘴，在多頭時隨便指哪一檔都漲，當然神準，因為只要有錢追價，垃圾也會噴。可是真正能看穿市场的人，不是漲的時候跟進去喊，而是能在反轉之前提前收手。很多曾經超準的名嘴，最後不是在台灣銷聲匿跡，而是直接被市場打到飛國外。為什麼？因為當行情逆轉，他也早跑了。可是喊給散戶聽的進場點，早就不是他進場的點，是主力出清庫存的出口。
散戶永遠記住一句：你聽到的消息永遠是別人布局結束之後。所以盲目崇拜權威不是一種捷徑，它其實是把你的錢交給一個你根本不認識的動力鏈條。你唯一要記住的邏輯是：別人說的、別人喊的可以參考，但絕對不能當決策依據，因為他們沒有義務替你負責。錯誤8，只談賺錢的爽。這一條是絕大多數散戶永遠卡在原地的真正原因。你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行為模式：只要賺到錢，大家都願意說、願意分享、願意炫耀；但只要賠錢，閉口不談，假裝沒發生，甚至連自己都不敢面對。結果是什麼？賺變成故事，賠變成消失的章節。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超級諷刺的事？真正推動投資能力進化的，從來不是賺錢的經驗，是賠錢之後的檢討。賺錢你根本不會檢討，你會以為自己很厲害；賠錢你只會想忘掉，你不敢面對當初的邏輯。所以散戶人生就變成永遠在複製上一輪的自己，不像進化，是像原地重播。你有沒有看過這種場景？隔壁鄰居在講：那當我昨天賺4萬也……過2個月沒看到人，突然要搬家，你才知道，其實不是賺，是爆掉，只是當初不敢講。這就是真實世界，它不是知識的問題，它是面子結構的問題。因為人類不願意承認自己曾經判斷錯，可是市場沒有給你面子這種選項。市場只分你有沒有學到，你有沒有修正，你有沒有升級。如果你不敢面对賠錢，你永遠卡在同一個版本，你永遠在同一個地方繞圈圈。你要升級，很簡單，不是看更多名牌，不是看更多節目，不是學更多指標，是每一次虧損，你至少寫一句清楚的反思。不是寫我今天不好運，那叫逃避。真正有效的是寫我當初進場理由是什麼，那個邏輯是不是錯的？下次遇到同樣情境，我要換什麼做法？這樣才是進化，這樣才是累積。虧損不是羞恥，虧損是學費。真正的羞恥是你花了學費卻沒有畢業。到這裡，8個錯誤全部講完，但真正的關鍵不是這8條本身，而是這些不是知識錯誤，這些是行為錯誤加思維錯誤。散戶不是輸在不會看行情，散戶輸在每一天都在重複同樣的錯誤模式，然後還以為自己今天會比較幸運。你只要這8條避開，你不用變天才，你不用去讀內部消息，你光是少犯錯，你就能長期贏過80%市場參與者。成功不是靠一次神操作，成功是你永遠別把未來壓在自己的盲點上。關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